大家好，我是小蔬果。在日常饮食的缤纷画卷里，大米可是绝对不可或缺的主角。不管是在以面食为主的北方，还是钟情米饭的南方，那一碗热气腾腾、散发着诱人香气的米饭，总能在餐桌上稳稳占据 C 位。想象一下，当细软香甜的米饭邂逅一盘色香味俱佳的下饭菜，每一口都饱含着满足，让人忍不住大快朵颐。3碗下肚都还意犹未尽。然而，看似简单的蒸米饭，实际操作起来却并非易事。由于市面上大米的种类繁多，每种大米的吸水性都有所不同，这就导致不少朋友在用电饭煲蒸米饭时，状况百出。有时蒸出来的米饭像是假熟，表面看着熟了，里面却还加生；有时又过于软烂，变成了一锅粥，口感实在欠佳。遇到这种情况，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怀疑大米的品质有问题。但仔细想想，咱们自己买回家的米，可都是精挑细选的，品质肯定比饭店里用的不差。那为啥饭店的米饭总是那么好吃呢？今天我就把这压箱底的蒸米饭技巧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大家，保证蒸出的米饭颗粒分明、晶莹剔透，每一口都松软香甜。首先，根据家里的人口数量，从米缸里舀出适量的大米，放入干净的盆中。接下来就是清洗大米的环节了。这一步看似简单，却藏着不少人常犯的错误。很多人觉得米要多洗几遍才干净，一淘就是4、5遍，又是搓又是洗，恨不得把大米的外皮都搓掉。可这种做法其实是非常不可取的，因为大米中的水溶性营养素，比如维生素 B 族、矿物质等，会在过度淘洗的过程中大量流失。正确的洗米方法是，清洗是必要的，但绝不能过度。我们不需要用流水冲洗，在盆里加入多一些清水，没过大米，然后用手轻轻搅动清水，把那些较为明显的杂质去除即可。简单轻柔的洗1到2次就好。即便是存放时间较长的大米，淘洗次数也最好不要超过3次。洗完米，我们通常会习惯性的把淘米水倒掉，但其实这看似普普通通的淘米水，用途可多着呢。浇花小能手，淘米水是经过大米淘洗后留下来的，其中残留着大米的一些微量元素，像钙、磷等，用它来浇花，不仅能为花卉提供养分，促进花卉生长，而且经过处理后的淘米水呈酸性，长期使用还能调节土壤的酸碱性，大部分花卉都适用。比如喜欢酸性土壤的栀子花、茉莉花，用淘米水浇灌后，叶子会更翠绿，花朵也会开得更娇艳。清洁蔬果碗碟的好帮手，淘米水呈弱酸性，用它清洗蔬菜水果，可以有效分解上面残留的农药，让我们吃得更健康。清洗完后，再用清水冲洗一遍，就可以放心享用了。用淘米水洗碗碟，能轻松去除表面的油污。淘米水的水分子可以很好的分离油污，而且它不含任何添加剂，既省钱又环保，比那些化学清洁剂健康多了。去腥小妙招，对于那些腥味很重的肉类或海鲜食材，在淘米水中加一点盐，浸泡一会儿，就能把它们的腥味去除不少，让食材在烹饪时更加鲜美。比如处理鱼的时候，用加了盐的淘米水浸泡一下，能有效去除鱼腥味，做出的鱼汤会更加鲜美。生活小帮手，淘米水还能用来去除铁锈，清洁洁白衣物。家里的铁制器具生锈了，用淘米水浸泡一段时间，再擦拭，铁锈就很容易去除。白色衣物发黄了，用淘米水浸泡后再清洗，能让衣物恢复洁白。好了，说了这么多淘米水的妙用，咱们言归正传，继续蒸米饭。把第1遍淘米水倒掉后，再次加入多一些清水，进行第2次淘洗。这一次同样用手轻柔的搓洗大米，然后把淘米水倒出，注意时间不宜过长。很多人做完这一步，就急匆匆的加水准备上锅蒸了，这可不对哦。想要蒸出松软香甜的米饭，还得多加这3样秘密武器。
少许食盐，往大米里加食盐，可不是为了让米饭变咸，而是为了提高大米的筋性，激发出大米本身的香味。这样蒸出来的米饭，口感劲道有嚼劲，还不会发粘，每一口都能感受到大米的香甜。2. 家中的白米醋。大米的主要成分是淀粉，而酸性物质遇到淀粉，可以使大米更加蓬松，口感也就更松软，而且在天气炎热的时候，醋还能防止大米变质，延长大米的保存时间。不过蒸大米时醋可不能加太多，1斤米放2到3滴白醋就可以了。大家也不用担心蒸出来的米饭会有酸味，因为在高温蒸煮的过程中，醋中的醋酸会全部挥发掉，只留下松软香甜的米饭。3. 熟猪油。想要米饭蒸得透亮有光泽，还带有丝丝香味，熟猪油可少不了。猪油可以让大米变得更亮，增加米饭的香味，让蒸熟的米饭更加诱人。但要注意，不要放味道过重的油，而且油也不能放太多，不然米饭吃起来会过于油腻，影响口感。加入这3样秘密武器后，充分搅拌均匀，接下来就该加水了。蒸米饭加水可是关键的一步，水的量直接影响着米饭的口感。如果水加多了，米饭就会很稀，变成粥；如果水加少了，米饭就会加生，没法吃。由于不同的大米吸水性不一样，所以不能完全按照电饭煲的标准来加水。要是心里没底，不妨用手指来当尺子。先用手指测量米在锅里的深度，如果大米的深度是2个骨节，那么水的深度则是1个骨节。记住这个比例，第一次按照这个方法煮过之后，第2次就有经验了。根据大米的吸水性适当调整水量，吸水性低就少加一点，吸水性高就多加一点。水加好后，就可以把电饭煲内胆放进电饭煲，按下正常煮饭键开始蒸米饭了。一般来说，半小时左右米饭就蒸好了。不过这里还有一个小窍门，米饭蒸好之后不要马上开盖，让它焖上5至10分钟再吃。这几分钟的焖制时间非常关键，能让米饭更加充分的吸收水分，口感会更为松软，也更适合肠胃不好的人群使用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制作这个视频可是花了不少心思呢。您的每一个留言，每一个点赞和关注，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，就请给我点个赞吧，感谢您的支持。用这个方法蒸出来的米饭，颗粒分明，香软可口，不稀也不硬。其实蒸出好吃的米饭很简单，记住多加这3样，多做2步就行了。多做的2步，一是记得用手指测量水量，精准控制加水的量。2是米饭蒸好之后焖一会儿，这样蒸出来的米饭颗粒饱满，再加上那3样秘密武器，味道会有很大的提升。不信的话，大家可以试一试，相信您一定会有收获的。要是您想让家里的小孩子吃饭更有食欲，这几个煮饭的窍门可一定要记住哦。得有用就赶紧收藏起来支持一下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蒸米饭方法就分享完了。如果您看完有了食欲，或者您有更多的想法和建议，欢迎在下方评论留言哦。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给更多的朋友，让大家都能学会蒸出美味的米饭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生活技巧。别忘了关注我哟，感谢您的支持。我是小蔬果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